这个板子呢是我做人物灰度练习的板子，板子地址回头我给你发到视频的下方，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 Q 群，群里边有免费的练习以及免费的反馈。然后今天我来说一下我这个人物的灰度板是怎么用的，一共有1、2、3、4、5、6个分区，上面5个是临摹，最后一个是写生。先说一下写生，你的临摹没有做到一定的火候之前不要动写生，最起码我的这个板子上面，如果你没有练到3跟4之间，就不要动写生因为写生它是需要把你所有会的东西，你的这些技能全都发挥出来所以写生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像一个考试。你该学的东西都学了，该练的东西都练了然后这些学的练的东西现在能不能用上呢？怎么用上呢？然后写生就是一个把你已经会的这些各方面的知识以及练好的这些习惯用上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从练习的角度来讲，我是非常不建议在初期的时候就要去画照片这个练习是不对的。什么练习对呢？上面这5个练习对。首先看一下这个零板，零板是一个步骤的这么一个板，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拿这张图来说，我这儿的练习是一个30分钟的练习，不管你练什么，你不许超时写生除外，写生时间可以更长一些。然后你说如果我是这个新手，操作不是很熟练，我应该怎么去练？这4张图如果你要是不熟练，你可以把右下角这个效果给屏蔽。那么你的30分钟本身我要求就是每10分钟做一张截图，所以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练习，左上角是你的10分钟效果，右上角是你的20分钟效果，左下角是你的30分钟效果。如果你练得比较熟了，右上角可以做你的第一个10分钟，左下角可以是20分钟然后右下角可以是30分钟。注意我存的这些图里边并不是所有的图它的步骤都那么的稳，这张图就是一上来它就跳了一步它就直接上了眼睛。如果你要是新手，我会强烈的建议你不要去选太多的这个画脸的图。纯新手的话，我这个地方有给新手练习的这个内容，所以这是步骤图。然后剩下1、2、3、4是按照水平来分的，那就是入门级，然后进阶，然后这个高级，然后到最后呢是这个高手。入门级的一定要先从这样的图开始画因为它所涵盖的内容本身就不多。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把这个有限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到有限的需要观察的这些区域里边来。整体灰度色块练的都差不多了以后，你可以开始上脸。你别忘了，我们不是在画脸，我们是在画灰度关系。当你画完了全身的灰度以后，你要开始练，不要去看五官。这张图里边没有五官，它只是一些黑度或者灰度出现在了正确的位置，然后利用它的黑白关系，让你感觉是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比如说你看这个眼睛，这个眼睛就是个灰的，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就稍微发黑一些，然后上方这个地方留白，就变成了眼睛和眼皮以及眼皮上方受光。这张眼睛这块一定要小心这个左眼刻画对于新人来说有点过多。这是1板，然后1板练完了以后练2板。2板可以先从线逐渐开始练到有线和灰度的一个结合我很喜欢这张图，它用灰的那个效率非常的高它不像这个你比如说像这种就是艺考的那个练习了嘛，这个艺考生都画过这画出多少时间来我不知道，但是这肯定不是一个半个小时的活。但是刚才我给你看的这张脸半个小时是绝对做得到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练习对概念设计来讲更有帮助因为本身你概念设计就是想表现一个概念，像这种图都是它的灰度够了它表现到位了，
点到为止即可。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类似于这样的练习，它耗时短，它表现的这个内容到位啊。你比如说，你像这种也是，它开始的时候用线打了底，它铺了基本的灰度，然后它做了局部的刻画啊。这个局部的刻画里边呢，又做到了说，哎，我给够了这个信息，别人一看就能看出这种效果来。这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半个小时的练习。然后这个基本灰度做完以后，我大部分的练习都是在 expert practice 里边啊，当然前提是你的那个刚才的二板的东西要练熟。其实我个人更喜欢二板的练习，但是我收集的这个素材方面的三板的练习更多一些。像这种级别就已经很高了，但是之所以它不是一个我自己分的所谓的大师级的练习，是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区域没有进行刻画啊。我说这句话并不是一个贬义，其实是一个褒义啊。我喜欢它的某一个区域的留白，我喜欢它某一个区域的没有细化的感觉啊。正是这种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细化，而其他区域做了这种概括，让这张图呢感觉就很有韵味，很有感觉。你要是把所有的细节全都画出来的话，反而没有什么太大意思。等什么时候你做到这个效果了啊，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个30分钟的图啊！而且说实话，我也不会要求你去做一个这种效果啊。比如说像这样的图，如果它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step by step 4个图的话，如果它是一个右下角的图的话，我觉得你画一个左下角就已经足够了啊。尤其是这种效果，我们看一下小图，不需要对这个用线特别的明显、特别的细，推出这种效果即可，那就说明你的东西到位了啊。尤其是做这类练习的时候，4板练习的时候，你对原图的理解要非常的强啊，就是不要尝试的去还原它的每一个细节，而是看到这张图以后去抓住这张图本身它灰度位置的精髓，然后重新表现出来，让别人觉得这个东西又准，但是放大图仔细一看，两个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最高级的这个临摹的练习。而当你开始练最高级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逐渐加入写生。但如果要是有同学在我这儿练到了高级啊，那个时候来找我。所以这是我的这个人物灰度板练习的一个讲解啊，或者说这个图应该怎么用。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群啊。那今天呢，我就说到这里。这个如果大家喜欢呢，请这个点赞和多多关注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